鏖战至暗，触碰未来，剧烈动荡的新生世代，强者云集的各方势力，将会掀起怎样的波澜？大家好，我是朱爱笨，海贼王17064话弹间岛研究4成已更新，今天秘密正在揭晓。扉页继续短期连载，解码无感情海游记第22期，黑胡子海贼团上一阵欢呼，他们的猎物被2位干部轻松带回，在布林面前的是范奥卡以及前海军大将亲自酷战，现在也褪去了白色正义大衣，换上了一袭黑色长袍，强大而让人捉摸不透。你已经无路可逃了，掀起大海波澜的是令人不悦的狂妄笑声。黑胡子右手击举起强烈冲击，硬踩着毒 Q 和壮壮从天空急速俯冲而来，赌局既开，勇者当先。特拉法加罗指挥同伴开始清除手术。白夜去基地潜水号，收到。下期佩金到海里支援，交给我们吧。阿论切断，无形光波径直穿透天际，瞬间将天马拦腰斩断，无可救药坠向大海。罗出乎意料的攻势，打得地奇一个措手不及。跟传闻听到的能力不一样啊！觉醒技吗？混战东西，绝强一击撼动天地，四皇之怒借由真正果实的灭世之力，轰出一记蛮横霸道的震魄，强烈冲击席卷海天，整座岛屿引发强震。这就是地震人发动的冲击波，屈服于最强之力的凡人无法挣脱的狼狈模样，这是地奇眼中最曼妙的舞姿。仅仅一击已经让红星海贼团难以招架。畜生啊！壮壮已经死了吗？他也算一匹好马！愤怒的毒 Q 丢出一筐爆炸苹果，朝着岸上的红星海贼团撒去，众人纷纷逃散。危急时刻，深海中的佩金已吃饱喝足，瞬间窜出海面，将那满满1度的海水倾吐出威力满满的超级水炮。深海波涛轰向半空中的苹果，将一场攻势提前引爆。海水淹没火光，毒 Q 直接傻眼。我们都是在北海的极寒港长大，可别小看人哟。论海战，别想赢过我们。一抹明环掠过深海，极地潜水号再次出击。红星海贼团的海战高手们在蔚蓝中画出道道白链，他们的目标是黑屋子的船只。强巴鲁3点钟方向有狙击手，贝波抖抖耳朵，敏锐听觉立刻捕捉到危险。强巴鲁马上激动，巨汉一个飞身，抢在范奥卡的子弹前，在船长的身后张开超级盾枪。哦呀，防守还真是滴水不漏啊！罗将后背完全交给伙伴，全神贯注应对强敌。鬼气刀刃透过光纹开始急速伸长 ，Chrome 半空中的黑屋子还没反应过来，已被刀刃贯穿。然而这透底重创竟然没有一丝疼痛，地奇惊诧间，死亡手术悄然而至，无穷波动引爆5脏6腑，剧烈冲击轰炸每寸血肉，无可抵御的澎湃能量自四王体内爆裂而出。这一记冲击波动，生死裁决完美谢幕。地奇遭到重创，从半空中跌落。范奥卡看着吃了大亏的船长，一脸无奈。真是的，想都不想就这样一股脑冲上去，移动，音乐发动能力瞬间来到半空，接应受伤的黑屋子。提督要先回船上吗？别说傻话了。我的眼里只有进攻。是黑屋子本人称霸大海的野心，可不会被这点痛楚拦住。地奇终于登上岛屿，直面眼前价值30亿的人头。你的干部全都是能力者吗？也就是说，弱点都是大海，没错吧？利大于弊，恶魔果实就是这样的存在啊！船长对决拉开战幕。另外一边，黑屋子海贼团的船只正遭到猛烈攻击，红星海贼团从海底发动袭击，准备将敌人全部击沉。这些家伙在海里这么强，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啊！深藏不露的红星海贼团终于拿出了那份来自北海的骄傲。船只剧烈晃动，船舱内的看守还在悠闲地和犯人打趣。敌人来袭，你怕了吗？不过很快就结束了，因为我们家提督是最强的。如果妈妈还活着，你们口气也不敢这么嚣张。尽管已经成了俘虏，夏洛特布林与比格曼海贼团的威严从未屈服。现在和提督战斗的就是杀了大妈的人啊！过时的传说要是不落幕，新的时代如何到来呢？你说是吧？曾联手将比格曼拉下4王宝座的特拉法加罗，此刻正在挑战这片大海最危险的野心家。Chrome 变化出鬼气巨剑，硬拼黑屋子真正果实的无穷冲击，2股巨力炸裂空间，一时难分高下。突然，罗的眼前出现了一团至暗螺旋，黑屋子抬起左手发动暗暗果实。大海的另一头，海军本部新马林凡多正在密切关注着这场对决。新世界圣泽岛4皇黑屋子正在和特拉法加罗接触中，眼下战况还不明朗。元帅赤犬被困在岸头，焦躁不已。又要等待结果吗？元帅这个工作还真是让人急不可耐啊！此时的弹间岛刚刚从爆炸的骚乱中重新回归平静，警卫熊盯着满地废墟，因为失去目标而停止行动。在那滚滚浓烟背后，路飞4人组侥幸逃过追捕。正是凭借波尼那能够改变年龄的神奇能力，老态龙钟的70岁路飞从草帽小子变成了草帽老子，似乎未来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。重新变回萝莉女孩的波尼，像做错事一样委屈巴巴，惹人怜爱。双脚蜿蜒的老年驯鹿，适合壮壮一样可爱的乔巴，似乎连站着都相当费劲。成功焕发青春的海峡圣平，
重新长出了少年狂乱的秀发，不变的是那圆鼓鼓的肚子。我说波尼啊，我的变装年龄能不能再优化一下？你的心情我也能理解，可那并不是你父亲本人，不把他打飞，我们就危险了。快打住，路飞！对不起啊，波尼，我们对和平主义者都有一段不愉快的回忆。另外，把我的年龄也变回去吧。这可真是难办。原本既然是人类，只要看到那个克隆体，确实会想起家人啊。请你不要生气，波尼。我所知道的大雄的情报，他是原所有被亡国的暴君，被国民驱逐出国家，成为了海贼。面对这世人流传的故事，波尼默不作声。声明继续讲着。隶属于革命军，之后被海军抓捕，判处终身监禁。贝加庞克看中了熊的力量，为了挖掘他的潜在能力，以身体改造和克隆开发作为条件，和他达成协议。波尼没有回应，只是默默从实验废料里拿起了一个神秘装置。随后政府让熊作为玩下七武海，重新回到大海。老夫说的对吗？波尼扣下按钮，光波骤然显现，瞬间凝聚成一把透明剑刃，不断散发着能量粒子。七武海、克隆士兵开发，这2点当然是清楚，但改造人跟判死刑没什么区别。要是事先知道的话，谁会接受这种条件啊？确实如此，但是终身监禁也有各种各样的。暴君熊到底叠加了多少罪行？父亲才不是什么暴君，而且也讨厌世界政府，不可能成为他们的帮手。他一定是被强迫改造的。波尼终于压抑不住，将满腔的委屈发泄在手中的官刃上，瞬间长出一道威力惊人的冲击波。70岁的路飞和老路乔巴赶紧逃命。激光剑，好帅啊！这里估计是个垃圾场，到处都是贝加庞克的发明残骸，好像还能用。波尼再次按下开关，收回光刃。既然武器到手了，那就该去找那个人算账了。总而言之，这是冠以科学之美名的杀人。父亲曾说过自己是特殊的种族，所以呢，这难道就能成为他们强行实验的理由吗？更不能成为他们杀害我父亲的理由。说的没错，特殊的种族。另外一边，贝加庞克的巨型机器人正带着草帽一伙遨游天际，飞起来了！机器人在空中飞起来了！莉莉丝操控的机器人小心翼翼地托起桑尼号，2台巨大的推进装置正功力全开，飞向高空。这台贝加军团1号背后装载有火箭推进器，利用反重力原理浮空，跟这座岛的空调一样，总有一天会运用到全世界。草帽一伙正惊叹着先进科技，低头一看，未来映入眼中。500年后的世界，此刻正完整呈现在他们面前。喂，快看，这里还有怪兽！这简直就像个未来都市。说的没错，这是一座制造未来的岛屿。未来之岛弹尖，云上的是研究层。机器人穿透云层，径直飞向巨大裂口。无数机械组件如同积木堆砌，制造出宏伟的钢铁星环，彻底摆脱重力的束缚。围绕着蛋壳缓缓转动的是科技文明的美妙绝伦，亦是整个世界的未来命运。下面是制造工厂的作业员和研究员居住的地方，巨大的云朵制造机正一刻不停地吞吐着云朵，支撑起巨大的上层建筑。繁华的未来都市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。你们的船长也在下面这层，好像引起了一点小骚乱啊，他没事就行了。很快，巨型机器人抵达云港，将桑尼号轻轻放下。信不过莉莉丝的索隆决定留下来看船，布鲁克一起留守，其余伙伴踩着软弹云朵朝贝加庞克的研究所走去。哇，地面是空岛，这感觉好怀念啊！我倒是第一次见到，这是什么啊？没错，正如你们所感觉到的，岛屿空调的工作原理是利用了凝结核的吸湿性，让其水分和密度发生变化，就能制造出跟空岛一样的海云和岛云了。不，这个我们没察觉到。一行人抵达研究所入口，长长的自动扶梯穿过玻璃的通道，通往这座岛屿最深处的秘密。那半透明幕墙背后隐约可见的是人类智慧结晶的宏伟壮丽。但在进入研究所前，莉莉丝要求所有人在旁边的更衣室换上专用的研究服，名为 Dom 靴子的神奇装备，只要按下旁边的手柄，就能自动适应鞋码尺寸，无论什么样的脚都能完美适配。一阵喧闹过后，草帽海贼团全员变装，性感火辣的御姐，俏皮可爱的少女，天马行空的发明家，浑身钢铁的变态，以及浪漫悠闲的骑士。当现实碰撞未来，科技重塑时尚，这服装真是 super 科技！好轻巧的衣服，而且还很可爱。我这衣服怎么看都是夏威夷衬衫吧？算了，看在娜美小姐和罗宾酱这么可爱的份上，这种潮流还是第一次见。罗宾的衣服好啊，看起来很强的样子，是吗？那我呢？变态穿什么都是变态啦，不用这么夸我吧。草帽一伙开开心心地走向研究所，就在这座神秘设备的深处，贝加庞克1号世家正在与某人通话。所谓的天才，有的时候连自己的未来也能看见。你在说什么，贝加庞克？我大概很快就要死了。别说笑了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只是希望你能知道这件事。龙，电话那头是革命军最高领袖门奇迪·龙。
世界最危险的男人与世界最有用的男人，他们之间有何秘密？以上就是《海贼王》1064话的全部内容啦，下周休刊。本话又是信息量爆炸的一话，尾田用了双线甚至是3线叙事，同时交代了黑屋子和草毛一伙的动向。红星海贼团的战斗相当精彩，算是小小回应了大家对他们实力的质疑，但这场战斗依然凶险万分。另外一边，贝加庞克与龙的通话，如同两位老友间的叙旧，叠加大雄身上隐藏的种族之谜，也许整个和平主义者计划其目的将会完全颠覆过去的看法。下一期我们来聊聊本话的伏笔与细节，敬请期待。